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是川普对格陵兰的这个态度，要拿下格陵兰的态度一向都是非常的强硬，但这回突然间在态度上面转向了。他现在说呢，针对许多的国家，他要取消关税之外，现在是难道已经暗中要拿下部分的土地建美军基地了？所以他态度软下来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答。好，我们先来看到是被视为是，难道川普真的塌口了吗？因为他说呢，不会再对格陵兰武力威胁了，还决定取消先前寄出的这一系列的相关的关税哦。那么他还透露说，这个比较震撼，他说跟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达成了一项框架上面的协议，内容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协议的内容可能就是丹麦。会把格陵兰岛上数块小面积的土地全权的交给美国，方便美国在这边来建设军事上面的基地。那么这个方案也类似英国当时设于塞浦路斯的基地的协议的内容哦。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川普突然间要取消对于欧洲保卫格陵兰的一个关税协议？他是塌口了，还是他真的手上已经握有他想要的，跟吕特都谈好了？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不能把川普说成是塌口啊，而是高明的一个骗术啊。这个高明的骗术是他跟他的儿子啊，干儿子吕特啊，他们合演了一场大戏。这场戏演得十分精彩。我们看到了欧洲也都开心，说哦这样子解除我却不得不在道义上挺丹麦的这个困局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也都知道，倒霉的就是你丹麦还有格陵兰，你们已经被掏光了，但是没关系，我安全下庄了啊。所以德国、英国、法国等相关的国家都觉得，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戏演完。你看我还是很有道义的哦，我有出兵哦，我有帮你捍卫正义哦，我有说格陵兰永远是属于这个丹麦的。果然格陵兰真的是永远属于丹麦的，但是我为什么会一开始我就说这是川普跟吕特他的干儿子合演的一场大戏？这个是这样来的，美国有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什么兵没派什么钱也没花，因为本来还说格陵兰人每一个人可以拿到10万美金，现在1毛钱都不用给。好，那现在已经讲好了，就是这个把格陵兰的地图标上去，就放在白宫这边来。那川普就把农业部长找来说，你看看这个哪一个经济海域或者是哪一个地方是有开采的价值。这农业部长就看一看以后就说这一块可以，这一块可以。川普说好，然后接着就把经济部长找来了，哪一个地方是稀有金属那个稀有这个稀土，还有就是这个金矿区不错的地方，这个经济部长就在那边画一画，然后再把这个国防部长找来，你看看五角大厦的几个军阀这个就过来了，看了以后就说这个地方不错，可以盖军事基地，这个地方可以盖金琼，这个地方不错，好，都弄好了。那这个时候，川普就说好，这几块都是飞地了，从此以后不属于丹麦的，也不属于格陵兰，好的地方都被川普拿走了，所以它的主权不再属于丹麦的跟格陵兰的，那永久由美国人使用，美国人也不用在那边这个把它变成他的，他只要变成是他的飞地就好了。俄国也玩过这个游戏也玩过好几块飞地美国跟英国也玩过好几块飞地这块飞地就永远属于这个川普的了。所以这些飞地的地方，美国人就派人就开始矿产商开始挖矿啦，这个稀土工厂就建立起来啦，然后这个军人就开始工兵开始整地啦，然后就把它整起来，一大片地。其实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拿走10万平方公里，坦白说一点点而已。对，2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不要忘了，格陵兰大部分的地都没有用，就少部分的地有用。川普就把他要的地都拿光了，那剩下的烂地就丢给你丹麦跟格陵兰，你们自己去治理，自己去防卫。这个多聪明！2个人干爹跟干儿子合演一场戏，欧洲人就睁眼闭眼一切皆大欢喜，格陵兰都守住了。你看，我们都有道义真的，那就是丹麦
看着它的这个有稀土矿的土地，还有好的地方就被美国人拿走，就这样而已嘛，厉害呀！好，没有他够。是不是川普跟这个秘书长吕特已经私下谈好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哦？这个我们会持续的来做观察。那确实，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有关于飞地。那接下来美国到底会怎么样拿下格陵兰？现在说有3个方法，除了纽时特别报道的这个塞浦路斯的基地模式之外，也就是说保留主权。那实际上美国来控制战略要地，这是最新的一个第3种方案。但前2种方案，其实我们昨天也有说过，是华尔街日报说的，可能采用的是自由联合协定 （COFA） 的一个模式，跟当时密克罗尼西亚签订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川普可能采99年的租约模式，类似香港当时英国当时租借香港不直接并吞的方法，但是实质掌控。赖委员蔡委员怎么看？觉得可能是哪一个？3个混合模式都有可能哈。塞浦路斯模式是在1960年，塞浦路斯从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为一个共和国的时候，当时啊，把2个塞浦路斯的港口，那么直截了当宣布为英国的主权基地，换句话说等于英国的海外领土，从来不属于塞浦路斯。对于这个塞浦路斯的农民啊，或者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到这里面去种植，但是塞浦路斯的政府在里面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主权完全属于英国的，所以立法、司法什么全部权利、行政权利都是英国的。这是叫塞浦路斯模式。美国有没有可能要求买下一部分的重要的基地的永久领土权呢？有可能，有可能。再来，什么叫 COFA？COFA 模式叫英文叫 Compact of 这个 Free Association， 这个翻译成自由联系这联合是骗人的，自由附属。Association 是附属，就像副教授叫 associate professor 一样道理。怎么叫做联合？那个字中文怎么翻都不让联合，那是美国用来骗中国人的它翻译成联合，叫自由附属协定。那最经典是谁？帛琉啊，就是说你国防外交全部交给我。但是这个 COFA 模式有个条件，格陵兰要独立，格陵兰不独立就不可能有 COFA 模式。那格陵兰可不可以独立？很容易独立啊，一点都不难。那这个可能丹麦要同意它独立，它独立一个国家，然后其中呢，这个就跟美国签这个 COFA 国防外交完全交给美国啊。第3个香港模式是既割让又租借，香港本岛是割让的然后那个尖沙咀也是九龙也是割让的但是新界是租的。所以香港基本上是租99年是新界，你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格陵兰变成混合模式呢？其实香港模式已经涵盖了塞浦路斯模式但是跟那个 COFA 模式，等到格陵兰独立才能够做这些事情。那川普大概等不及了，对，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我同意这个赖教授讲了，他这一次没有 tackle， 这次踢口踢得很厉害。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嘴巴上说不威胁格陵兰，但是实际的行动其实也都没有停下来。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的是他在格陵兰的最新的部署，在军事上面，这是来自于北美的防空司令部1月20号最新说的。他说，仍然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基地派出了数量不明的战机，已经飞往格陵兰参加一场筹划已久的演习。那目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美军在格陵兰这边的相关基地已经部署大约200人。稍微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10月的时候，美军派出了2架 F-35、2架 F-16和3架的 KC-135加油机，在这边曾经做过这种作战演习。那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欧洲国家总共是7个国家派出了部队，刻意到格陵兰这边参加这个丹麦的演习。那这一次美军又大动作的派的一些军机驻派在格陵兰，是故意要跟欧洲国家来做示威吗？那目前美军在这边的基地战力到底又有多强？川普又想要扩张多大？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次确实是踢到铁板了，他自己缩回去了。那昨天在达沃斯的论坛上面，他讲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会对这8个国家，本来说要课10%的关税，一直到这个他拿到格陵兰。那如果说是在6月1号还没拿到的话，这个关税要提升到25%。那这次来讲，他说他昨天在论坛上面他说他取消了不再课税。第二个来讲，他也承诺不会用武力来夺取格陵兰
但是之后来讲，他几乎全部在抱怨这个整个欧洲啊，那从头骂到尾，每一个都在抱怨。其实尤其是跟丹麦最有关系，他狠狠把丹麦损了一顿。他讲怎么讲丹麦的呢？他说丹麦这个以前都是我美国在保护你们，你们现在不知道感恩图报，不会把格陵兰主动让给我。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在1941年的时候，那是2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丹麦没有能力保护格陵兰，怕被德国纳粹所占领，所以美军那时候确实是有出兵去保护到格陵兰那丹麦多久时间投降了？6个钟头。好，当年你们对不对？你们丹麦6个钟头你就投降了，那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是靠我美国来保护格陵兰的。现在你不知道感恩图报，他大概对于格陵兰对丹麦。反正你就看出来，昨天那场演讲川普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硬要这个跟全班独霸一个玩具，那全班的同学不给他，他就在那边抱怨全班那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这次来讲的话，他这个演习他总共是200个人。其实，在这个杜鲁门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扬言要用1亿的美金买下格陵兰，但是那时候丹麦就不卖。那这个杜鲁门就说好，你不卖没关系那你还是我们来签一个共同协防的条约，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包括丹麦，因为毕竟来讲，美苏冷战的时候，格陵兰确实是有很重要一个地缘战略的位置。那听说美国也曾经在格陵兰这边有一个冰虫计划在这边部署了很多的这种核导弹部署在这边，因为必要时候他要对这个苏联发动核子攻击，就从这边发射。听说这个核导弹还曾经这个造成核外泄，然后美国将这些冰块全部都搬回去。所以这次的演习并不是真的是要大，而是他们本来既有的军事协定在这边做这个演练那美国来讲，我觉得如果说你基于北约的立场来讲的话，你大可以用这个军事协约，用合约。我想说，就整个北约国家他也非常乐意你美国来协助保护整个欧洲的安全嘛。但你不要用这种豪夺的方式，然后讲出一些很丢脸的话。我再讲一下，昨天讲了很多个笑话，你知道，大概大家都会注意到。第一个，他讲格陵兰说成冰岛，冰岛是冰岛，格陵兰是格陵兰，他讲错。第二个，他还讲中国他讲中国没有风力发电，这个他说中国来讲，光去卖风力发电的机器，但他自己都没有风力发电。我想4月份他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去这个习近平跟他见面的时候，是不是中国应该安排一场他到新疆的一场去看一下那个风力发电？不然川普真的是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